大家好，我是杨玛丽。很多粉丝说我孝顺我妈妈是可以的，但是我管我弟弟他们呢有点多了。今天我想给大家讲讲我一段的过事。我爸妈呢生我们有6个姐妹兄弟，我有2个姐姐，我有3个弟弟，我是我们家的老三。我爸爸走那一年呢，我3弟弟才有5、6岁，我有10多岁。我2个姐姐呢已经嫁人了，所以我就是家里的老大了。我大姐呢，她的老公就是有点小气，不用说我们弟弟妹妹了。我姐姐的孩子，我姐姐给他们买一个鸡蛋或者一包泡面吃了，我姐夫知道都会要骂大姐或者要打她，他们都会的要吵架。所以呢，大姐和大姐夫就争吵吵架，就是这些问题。所以我们做弟弟妹妹的也是从来不敢要给大姐要一点啥东西的。有时候大姐心疼我们，给我们偷偷给一点钱或者给一点啥吃的，都是偷偷给，不要姐夫知道。有时候我们都不敢要，都不敢拿，害怕大姐夫知道了要打大姐或者他们要吵架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从来都不敢要给大姐要任何的东西的，害怕影响大姐她俩夫妻的感情。然后我二姐呢，她的老公不小气，但是他有欢心，喜欢去找美女玩。所以呢姐夫挣的钱都不够带美女出喝啤酒，不够带美女出玩的。我二姐和二姐夫呢也是争吵吵架，就是这些问题。我二姐呢一年跑到我们家来不知道多少次，就是想和姐夫离婚，然后跑到娘家来。每次二姐到我们家来呢，不是开开心心的过来看我们，都是给姐夫吵架了之后才跑过来的。所以不用说我们要给二姐要钱或者要什么东西的，二姐呢挣的钱都不够姐夫偷偷的拿过去带美女去玩。有时候呢，我二姐还是找我妈要钱的。所以我看到我2个姐姐有2个这样的老公，她2个正吵哭的，我都替她2个头疼了，我都再不想嫁人，再不想找老公，害怕又找到一个如果再像她2个那样呢，我妈妈头更大了。我爸爸走了之后呢，我爸爸的兄弟姐妹也是挺多，但不过他们就是有一点害怕，怕我们要麻烦他们，怕我们没有吃没有喝了要去他们家要饭的。我爸爸的兄弟姐妹呢，有几个从我爸爸走了之后都不联系我们了，有的呢还说我爸爸走了之后我们就不是他们的亲戚了。所以从我爸爸走了之后呢，我什么都是让给弟弟他们，什么都是为了他们着想，只要妈妈弟弟他们过得好开心，比什么都重要了。我出来打工挣钱给弟弟他们上学，只要他们听话好好上学就可以了。所以这么多年来，我们姐妹兄弟呢也习惯了，弟弟他们有什么事情呢也会的要问我，看看我同不同意啊，或者我要帮他们出一点什么样的主意啊。我做姐姐呢，我也习惯了，弟弟他们给我说的话，我也是要会的，要给他们想想办法，或者要说说我的想法，说要这样做好的，要那样好，要给他们出一点主意嘛。虽然现在我嫁来中国了，但是他们有什么事情也会打电话的问我，要我想想办法，或者要帮他们出点主意的。有钱啦也给我说一次，没钱啦也是要给我说一次。小的时候呢，我不同意他们不会的要去做的，但是现在他们也长大了，有自己的想法了。这一次我弟弟买车呢，也是第一次我不同意，然后他偷偷的去买了。我的想法呢，就是想的把家里的房子盖起来了，因为我妈妈辛苦了一辈子了，也没有住过好的房子，想要妈妈住好的房子，过上好一点的生活嘛。但是我弟弟的想法呢，就是想买车。我也很理解我弟弟买车呢，我们每个人也是很想有一个好看的车，但是呢，车就是一个人开的，房子呢是一家人要住，不是家里没有车，已经有一个车可以开就行了，没有必要要换第2辆车了。如果想换的话，想把房子盖好了，
以后有钱了再换车，我也不说什么的。房子都没有盖好，然后就拿钱去买车，房子就不装修了。我听到我弟弟买车这个消息，我真的很生气。有的朋友就说没有必要生气的，他们买车干嘛要生气？我为什么不生气呢？我打1万块钱过去是给他们装修房子的，不是给他们买车。我弟弟呢，装修房子都没装修，就拿1万块钱去买车，而且这个车还是挺贵的，每个月还是要还400美元，他就是光交了那个首付钱，然后还要还4、5年才能还完，那还是要4、5年以后才能装修房子。因为他们也没有什么工作，就是光靠割胶，割胶呢1年就是光能割8个月，到冬天了都不能割胶了。没有割胶的时候呢，也没有什么收入，到时候呢，每个月要还400美元，他们从哪里来400美元呢？如果到时候还不起了，那肯定要找我呢，我不帮忙。也不是，我要帮的话，我这边我要有我的家庭呀，我要考虑我老公的感受，对吧？如果一些小钱给我妈妈他们打一点钱买水果啊、买肉吃啊，100-200的话是可以的，但是要打1两千的话肯定不行，我要有我的家庭，我也要过我的日子，对吧？如果想给我说的话，我肯定不同意他买的。他之前跟我说过，说想换车，我不同意。然后这一次他知道跟我说，我肯定不同意的，他偷偷的去买，然后再告诉我。我听到我真的特别生气。我3个弟弟呢，老大有老婆有孩子了，老2呢还上大学，老3呢也有老婆有孩子了，但是还没有分开家，还是和我妈妈住在一起的。之前呢也给大弟弟买过1辆车了，所以现在不想给大弟弟换车了，想把房子盖起来。以后如果没有钱给老2和老3买车，那他们的媳妇会怎么想呢？已经给老大买过2个车了，那他们以后1个都不买的话，肯定他们的媳妇会不高兴的。我3个弟弟呢，我都是一样的爱，一样的疼，我不会的要偏心说要帮助这个，然后放弃那个的。但是现在呢，他们也长大了，有老婆有孩子的弟弟了，我以后也会的不要去管了，不是很大的事情的话，我也不会的要帮助了。但是我那个2弟弟还在上大学的话，有什么事情还是会的要帮助他的，让他好好上大学以后呢，有能力的要帮助他自己。我以后也慢慢的改我这个习惯，不用去管他们了，他们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，要他们要知道生活中的压力有多大，让他们知道要靠自己要去奋斗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，不用说老师要等姐姐或者要问一问姐姐这样那样的。我以后要慢慢的把他们这个习惯改过来，不用老师有什么找我，或者他们一找我了我就可怜，我就要去帮助他们。我慢慢的要把我这个习惯改过来。我也知道我现在管他们呢也是有一点多，现在我有家庭了，我也不是一直要想着娘家或者想着弟弟他们，我也有孩子，我也要为了我的孩子以后，我也是要为了我的以后，我也知道，但是这个习惯呢也是要慢慢改过来。我也很感谢粉丝网友你们的建议，说要我这样好那样好但是我也想叫你们呀理解一下我。今天呢就上到这了，谢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，下次我们再见了，拜拜。